看到坐月子的爱宝听到福宝的名字突然愣住，才明白没有妈妈会忘记自己的孩子。这天江爷爷突然提起福宝的名字，正在吃竹子的爱宝直接呆愣住，眼睛都亮了，久久不能回神。那一刻不知他是在想1个月没有见到福宝，小家伙有没有好好吃饭，还是想到福宝已经3岁了，明年就要永远离开自己。回想当初爱宝刚生福宝的时候，虽然是第一胎没有照顾宝宝的经验，但爱宝的母性却非常强。为了照顾好福宝，她可以连续几周不吃饭，甚至可以24小时抱着仔仔一动不动。한 2주 이상, 3주 정도를 전혀 먹지 않고 아기를 24시간 절대 떼어놓지 않아요. 몸 밖으로 내려놓거나 떼어놓지 않습니다. 계속 24시간 안고 있기 때문에 화장실도 안 가고 먹지도 않고 그 정도로 아기를 돌볼 정도로 모성애가 아주 강한 친구들. 由于长时间倚靠墙壁，还导致爱宝的后背磨损出现感染。幸好江爷爷及时发现，给他上了药。小福宝在妈妈眼里就如同天使一般，爱宝对宝贝女儿怎么亲亲抱抱都不够。知道福宝最喜欢玩乘飞机的游戏，无论他有多疲惫，都会陪着孩子玩。当小家伙趴在地上睡着时，爱宝就会静静坐在一旁守护着宝宝。那一刻，母性的光辉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别的小熊1岁多就断奶了，但福宝却喝到了2岁多。那时的他体型都快要赶上爱宝，却还跟没长大的小孩一样，经常钻到妈妈怀里讨奶喝。由于小家伙的饭量很大，每次都要喝很久，爱宝总是疼到龇牙咧嘴，也不舍得打断。他会轻轻把头靠在福宝身上缓解疼痛，然后满眼温柔地摸摸女儿脑袋，仿佛在告诉她不要着急，慢慢喝。江爷爷看到后满眼心疼，可手心手背都是肉。察觉大孙女差不多吃饱，他才温柔地提醒小家伙不要喝。虽然爱宝经常会收拾不听话的熊孩子，但在福宝心里，他永远和妈妈天下第一好。母女俩吃饭会依偎在一起，喝水也要贴在一起喝，还会坐在同一张吊床上。当爱宝把头埋进福宝怀里时，两熊不像是母女，更像是亲密无间的好姐妹。有时福宝和爱宝一起吃饭时，小家伙还会目不转睛盯着爱女士看。想必此时福猪猪的心里一定在想，妈妈就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大美熊。福宝独立训练的时候，从前调皮捣蛋的他变得格外安静，一直坐在门口期待妈妈的出现。等到终于见到妈妈后，福宝立马来到爱宝面前，对着她又亲又抱。爱宝更是直接开始给小家伙做标记，表示福宝是妈妈最爱的女儿，自己永远都不会忘记宝贝。之后回到内场，爱宝更是立马奔向福宝，激动的他紧紧抱着女儿不撒手，脸上还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一刻真的不禁让人感叹万物有灵。看到福宝生病牵动各方网友的心，才明白宝贝一直在被无数人关爱着。前几天福宝出现身体不自觉颤抖，神树平迅速将宝贝收回内舍隔离观察，而他生病消息也令万千网友感到担忧，担心是间歇性癫痫引起的抽搐，纷纷在官博留言请求及时给宝贝治疗。远在韩国的江爷爷得知福宝生病后，更是第一时间联系神树平专家了解情况。如果不是还需要照顾宝家族的4只熊，恐怕他甚至想连夜飞来神树平看大孙女。而为了准确找出福宝发病的病因，工作人员在内舍安装了24小时摄像头，医疗团队和徐奶爸也都时刻守在他身边。新华网记者更是实地做了独家专访，在记者观察角度下，福宝并无大碍，进食、睡眠以及互动的情况没有太多异常。徐奶爸还定时捡食了福猪猪的青团，确认颜色、味道都正常，没有寄生虫存在。血液、口腔、拭子的检测指标也都正常，但一切正常才是最让粉丝担心的。毕竟间歇性疾病是最难诊断和控制的。据说早些年也曾有熊猫出现过类似症状，但大多是老年熊猫脑部病变罹患癫痫，而我们福猪猪才4岁，还是个宝宝，所以要根据临床表现评估是否麻醉检查。也许是感受到姨姨们对自己的关心，暂停营业的福宝特意来到熊洞前打招呼，仿佛在说不要担心，福宝会没事的。歪着脑袋龇牙的小表情别提多可爱了。当徐奶爸叫福宝转身检查颈部时，小家伙是二话不说乖乖坐下，随后侧过身一动不动的配合检查，直到奶爸检查完才起身离开。而当福宝美滋滋炫大损损的时候，还会特地转身正面对着看望自己的游客，真心希望如此懂事的宝贝平安无事。其实不光是粉丝姨姨担心福宝，徐奶爸也同样心疼自家大胖闺女，把她收回内舍后就将外场进行全面消杀，还给宝贝准备了一盆胡萝卜窝窝头，给福猪猪吃的两眼放光，简直美滋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专门请假休息贴秋膘。徐奶爸担心福宝独自在内舍寂寞，还特意给他拿来了最爱的沙包蜂蝾，以及插满新鲜竹子的绿色垫脚凳，使得本就身高腿长的福宝瞬间窜上天。只希望福宝能健健康康，早点出外场和爱你的姨姨们见面。直到看见江爷爷谈到福宝回国忍不住哽咽，才明白他有多爱宝贝孙女。예정된 이별이었다고도 표현을 해요. 모든 만남은 다 이별이 있는 거잖아요. 그러나 어찌 말과 마음이 다 똑같겠습니까? 그리고 저도 아쉽고 슬퍼요 많이. 尽管江爷爷嘴上说着
福宝回国后会有更好更幸福的生活，可内心却是满满的遗憾与不舍。很多人会觉得江爷爷有了小孙女，忽略福猪猪的感受，但他最近照顾二妹辉宝的时候，却脱口而出福宝。由此可见，第一个亲手带大的孩子，在他心中有多重要。看着辉宝一天天长大，江爷爷也回想起福宝小时候，3年半前，他还在产房门口焦急地等待小孙女的降生。听到宝宝的一声啼哭，江爷爷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随后，他亲手将小家伙送到保育室。谁能想到，那个红彤彤的肉团子，即将成为他一生捧在手心的宝物。江爷爷曾说，福宝的到来让自己拥有了全世界。他尽自己所能，教给福宝一切生存技能，给了大孙女所有的温柔。福宝到了爬树的年纪，江爷爷就亲自示范。在对方的耐心指导下，福猪猪终于勇敢地一步步爬了上去，结果却因为木架太高，迟迟不敢下来。江爷爷看到孙女困在高处，进退两难，于是赶忙贴心拿来竹叶铺在地上，生怕福宝一不小心会摔伤。之后又小心翼翼把小家伙抱了下来。可以说，江爷爷对福宝的爱真的细致入微。一次，福猪猪不幸被院里的木桩绊倒，江爷爷得知此事后心疼不已，立马拿着工具把凸起全部锯掉。后来出外场时，福宝也察觉到爷爷的坚定，只见他一脸傲娇地坐在木桩旁，好像在向游客炫耀我有最好的物品。福宝不似国内小熊那般童年有很多玩伴，为了不让小家伙孤单，江爷爷就做起陪玩。他经常陪着福宝玩捉迷藏的游戏，爷孙俩你追我赶的一幕温馨极美。而福宝也对江爷爷很是依赖，每次看到爷爷将要离开，都不断撒娇，像个熊猫挂件般吊在对方的大腿上。后来渐渐长大的他还是如此，就算不吃最爱的竹子，也要黏着爷爷贴贴。而在江爷爷的肆意宠爱下，福宝还有了公主脾气，每次到了下班的点都不肯乖乖回去，江爷爷也只能抱起大孙女往家走。后来随着福猪猪的体重愈发的江宝为了能够抱起她，还会每天早起在楼道来回训练。后来福宝长大后不得不独立生活，虽然爷孙俩的接触越来越少，但是江爷爷一直在以另一种方式陪伴。他会经常躲在人山人海中偷看福宝，还拿着手机记录下公主的点点滴滴。就算福宝已经长成200斤的小美女，江爷爷还是喜欢像孙女小时候那般玩游戏，经常来到外场门口和福宝摇头晃脑的互动。即使爷孙俩明年分开后再难相见，江爷爷也依旧爱他到骨子里。正如他最近演讲时说的那般10살이 되어도 20살이 되어도福宝는 저의 영원한爱。爱宝惨遭福二妹打脸，2个混世小魔王把他折磨到生无可恋。这天疲惫的爱宝躺在地上想休息，然而废头子福二妹却在练习无影脚。艾女士忍无可忍，一会对着二妹龇牙咧嘴，一会假装咬下熊孩子，仿佛在说快点睡觉，别逼老娘揍你。但潘达2号根本没在怕，活力满满的他疯狂扑腾，甚至还对妈妈施展了一套连环拳。清晰可见，他给了爱宝几个大瓜子，气得艾女士一把将熊孩子揽到怀里死死压制。反抗不了的福二妹总算暂时安静下来，但爱宝转念一想，总这么抱着孩子也怪累得慌，于是又把二妹放地上，用毛茸茸的熊掌捂住她的眼睛，企图强制关机。但这招显然对熊孩子不管用，福二妹依旧我行我素，扑腾的小土豆腿。看不下去的江爷爷决定帮闺女照看坏小家伙。爱宝听到后，立马头也不回地奔向另一个房间，恐怕此时他的心里一定在吐槽，下次再有这种情况，江爸早点说帮我带孩子。然而等到艾女士吃完喝完回到房间后，福二妹的头竟被他压在了身子底下。江爷爷看到后担心地提醒他赶快起来，但爱宝却是满脸的不在意，仿佛在说问题不大，熊孩子抗压。不一会儿，经常健身的二妹终于扭动起来，只见累得她气喘吁吁，这下总算是安静。不得不说，爱宝这招实在是高。随着2个双胞胎女儿一天天长大，废头子的气质也逐渐显现。憔悴的爱宝已经顾不上母慈子孝，开始选择摆烂人生，快乐自己。这天，宋爷爷来看望爱宝母女俩，一进门就看到闺女在美滋滋吃着竹子。看到对方后，艾女士一瞬间停止了咀嚼，抬头仰望天空，空洞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愤怒，仿佛在责问小宋：“你怎么才来？再有下次就扣工资了。”宋爷爷问：“怎么不见福二妹的身影？”爱宝一脸的生无可恋，把头往旁边一扭，原来二妹正躺在妈妈的竹子堆里，望着一地的青团，思考着凶手。此时的艾女士1秒钟都不想在这个房间待了，望着来交班的宋爷爷，她叹了长长一口气，然后迈着坚定的步伐，头也不回逃离是非之地。而另一边，在专属围栏里的福大妹脸消停，不是在翻身练习核心力量，就是在疯狂转圈圈。看到宋爷爷拿个手机一直在拍自己，脾气火爆的他还挥舞着2代龙人式毛拳要打人。爱宝每天照顾这么2个废头，恐怕深夜他早已在心里偷偷琢磨10000遍，能不能先把我送回国。直到听见盛熙阿姨喊福宝，才发现福猪猪又多了一个名字。这一声声噗噗是福福的意思，代表了盛熙阿姨对福宝满满的爱。作为万众瞩目的小熊，福宝从小到大的外号不断增加，从小拥有豪华公主床的他，有着福公主和财阀小公主的称号，而这也是宋爷爷最喜欢的名字。
但是福宝的毛色越来越偏离公主，一度让她头疼不已。 항상 우리 푸바오가 공주 같았으면 하는 마음이에요. 요즘에 너무 이제 털 색깔이 많이 변하다 보니까 공주 느낌이 살짝 조금 변색이 되고 있는데 저는 프린세스를 항상 들고 있습니다. 也因此福宝被叫做锅巴公主或者焦糖公主。福宝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在泥地里打滚，把自己弄成脏脏血，尤其是站到白的发光的爱宝身边，母女俩的色差对比不要太明显。 哇麦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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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溜彪不溜彪，空龙康啷康啷康。并且宋爷爷还亲口证实，福宝近距离看其实比想象中还要黄。 뽀뽀를 가까이서 보면 생각보다 더 누래요. 只能说她锅巴公主的称号名副其实，而福宝不到3岁体重就达到惊人的200斤，并且一天能造40斤青团是爸爸妈妈的2倍多，再加上格外能吃，还被冠上福猪猪的美名。不过宋爷爷还是最喜欢叫福宝墩邦妮，翻译过来就是小胖妞的意思。 어떠고 영양식 빵 먹을 시간이에요. 무슨 빵이? 이제 물 알려주세요. 어머니 박수네요. 而宋爷爷还曾叫大孙女201祝福，但很显然福宝并不认可这个名字，任凭对方怎么喊他都爱答不理。 201호 있으니 201호 이거 오세요. 301호에 예민한 여성분이 살고 계십니다. 301호에서 컴플레인이 들어왔습니다. 좀 조용히 해달래요. 恐怕福宝的内心一定在吐槽，从前叫人家墩邦妮，有了2个宝贝孙女就叫人家201祝福，咱就是说宋爷爷能不能专情一点？此外，捣蛋的福宝还经常被爱宝妈妈血脉压制，但不服的他下一次还是会挑战对方的拳头。网友见识到福宝的犟脾气，直接给他取了个服不服的外号。要知道，江爷爷和宋爷爷一直把福宝当爱豆培养，努力给他增加曝光度的流量。天生大明星的福宝从小就特别有镜头感，每次都会乖乖配合2位爷爷拍照。当手里拿着宋爷爷给自己做的南瓜包时，他还会调整角度找好镜头，把包包骄傲地举起给姨们展示。韩国猫粉还因此亲切称他福一真。福宝还特别喜欢出门营业，每天到了下班时候他都不肯回去。爷爷收猫都调侃自己像是在打持久战，哪怕爱宝生了双胞胎，福宝要上全班，他没有出现抵触情绪，而是在外场积极给游客们整活。网友也因此亲切称他为敬业福。网友还知道福宝哪些可可爱爱的外号呢？看到江爷爷心疼的给福宝请假提前下班，才明白福猪猪在他心中有多重要。这天，功夫巨星福小龙在树上表演杂技时，一个没抓稳，重重摔到地上。意识到尴尬的他躲到树后面，慢慢的感觉到疼的福宝摇摇晃晃着朝门口走去，想要跟爷爷申请今天提前下班。起初江爷爷并没有察觉到大孙女的异样，没叫开门的福猪猪又乖乖跑去营业。后来江爷爷得知此事后，立马火速赶到，不停给宝贝孙女按摩缓解疼痛。之后他又向游客请示福宝能否提前下班。得到所有人的同意后，江爷爷立马把福宝要吃的竹子打包好，又等福猪猪拉完粑粑才把小公主请回家。可以说2位爷爷无论何时都会站在福宝这边，宝贝孙女开心与否绝对是第一大事。当被问到福宝是不是最好看的小熊时，江爷爷满脸笑意回答道： 푸바오가 지금 좀 예쁜 편인지 객관적으로 봤어요. 제 자식이니까 예뻐 보이고. 而回想福宝刚断奶那段时间，江爷爷担心大孙女不适应，休假期间也会专门来到爱宝乐园看望。福猪猪看到最爱的爷爷后，立马乖乖摆动作让对方拍自己。一次江爷爷在外场惊喜发现竹笋尖尖，想着宝贝孙女肯定会喜欢，他立马摘下来洗干净放到木架上。此时全然不知的福宝还在树上晒着太阳，惬意的晃着小脚脚。江爷爷担心大孙女下来后看不到，又把小笋芽放到了竹子上面。福猪猪下树后一眼就看到了爷爷准备的惊喜，甚至都高兴到忘记正对着游客营业。而宋爷爷更是直言，永远无法停止给宝贝孙女拍照， 아니 찍을 수밖에 없는 상황인 因为福宝终有一天要回到中国，留下的一张张照片就是最珍贵的美好回忆。福宝也很是依赖2位。一次他看到江爷爷和宋爷爷同时来看自己，全程高兴的合不拢嘴。江爷爷把准备好的鲜花送给宝贝孙女，福猪猪看到后笑得更开心了。这一刻福宝绝对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小孩。这天爷爷一上班就来给福宝按摩，福猪猪看着对方不停的伸手想要什么，江爷爷自然看穿了他的小心思，立马拿来大孙女最爱吃的胡萝卜。福宝接过后一边开心的吃着，一边目不转睛望着最爱的爷爷，并且福猪猪还喜欢往爷爷怀里钻，任凭对方怎么叫都不肯起来，哪怕江爷爷用美味笋笋诱惑也不为所动。毕竟在福宝心里什么都不如爷爷重要。果然在蜜罐里长大的小孩就是不一样。看到宋爷爷谈及福宝回国哽咽落泪，才明白他对大孙女的爱有多深。在2位爷爷的近期采访中，现场谈到福宝回国这个话题时，宋爷爷心里咯噔一下，说话也变得哽咽。他努力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用一些小动作掩饰悲伤。宋爷爷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强颜欢笑有多难，因为福宝对他来说就是全部。3年的朝夕相处早已让彼此成为最亲的亲人。从小抱到大的孙女即将远离自己，陪伴了那么久，又怎会不难过呢？很难想象有一天，宋爷爷像往常那般来到宝贝孙女房间叫福宝，回应他的只有空荡荡回音，心中该有多酸楚。宋爷爷曾在信中给福宝写道：福宝，我那可爱又珍贵的宝贝，你走了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办，希望你回国后和新的叔叔阿姨一起制造比现在更多的美好回忆。在遥远的将来，你可能会长得很大很大，或许你已经是一个熊猫宝宝的母亲，或许你会经历许多困难，累得连一根手指都无力动弹。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有人曾把8月的竹叶嫩芽一片一片收集起来喂到你的嘴边，这一片一片的竹叶都是非常爱你的心。宋爷爷真的好爱这个宝贝孙女，他把福宝当作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从小家伙出生到现在，宋爷爷给大孙女做了上百件玩具，努力让宝贝孙女的生活充满无限惊喜，竭尽所能给福宝一个幸福的童年。看到隔壁小熊猫院子里散落一地枫叶，宋爷爷第一反应就是想福宝会不会喜欢。他精心挑选了一片最好看的枫叶，放到宝贝孙女要吃的窝头上。福猪猪惊奇地看到后爱不释手。第2天，宋爷爷就扛来3大袋枫叶，并且还贴心给宝贝孙女洗干净。一次，宋爷爷看到福宝被飞过来的蝴蝶吸引住，于是立马到隔壁蝴蝶馆给小家伙抓来一只。对于他来说，宝贝孙女开心与否就是第一大事。福宝出生1000天的时候，宋爷爷曾写下一篇遇见千日的幸福，他在其中说到：托你的福，我开心了1000天。宋爷爷还曾福宝说过：我满怀真心的向你走来，你总是为我敞开纯粹幸福的道路，在我眼里，连你那尖利的牙齿都显得格外珍贵。对我而言，你就是经验这个词本身。在和你的每天接触中，你的举手投足都让我感到心生感谢，因你而拥有的所有美好而又惊喜的瞬间。相信福宝未来也会带着宋爷爷这份深深的爱，勇敢迈向属于自己的幸福道路。福宝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姨姨们不知道的？表演新技能太空漫步，直接惊呆江爷爷。并且能听懂韩语的他，还会给爷爷现场表演钻床底。一次将爷爷当着福宝的面表白爱宝，结果被火花孙女一字不落听了进去。只见福猪猪气冲冲跑到爷爷面前，一个翻滚把对方最爱的小猪压倒，任凭江爷爷怎么呼喊，他都装作听不到。而在技能学习方面，福宝绝对是顶级尖子生。这天，江爷爷把窝头放进了丰绒玩具里，想让爱宝自己动手弄出来。只见他拿着玩具在手里转来转去，用了很多办法，就是拿不到窝头。艾女士心想太难了，最后只好放弃。吃货福猪猪看到后，立马朝着丰绒玩具走去。一开始他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认真观察窝头的位置，仔细研究孔的大小，然后不断调整位置，把两者对齐。终于找对位置后，福猪猪顺势坐到墙角，开心的拿起掉出来的窝头，同时抬起头，一脸骄傲的看向爱宝妈妈。只能说福宝这智商不去考个北大可惜了。此外，福宝还跟江爷爷学会人教版兔子跳爬树，跟宋爷爷学会独特的翻身下树，并且他还会创新下树后加了个功夫熊猫耍帅姿势。这天，江爷爷给大孙女送竹子，故意蹑手蹑脚，吓得福宝一激灵。于是小熊精福猪猪下次看到爷爷过来后，专门躲在木架后面熊熊祟祟搞偷袭吓唬对方。而宋爷爷曾给福宝做过一套竹子牙刷，并亲自给他示范刷牙方法。最后，宋宝问大孙女学会了没有，福猪猪点点头，表示根本难不倒我。接下来，福宝就有模有样的开始自己刷牙。虽然混世小魔王经常挖眉把自己弄成黑熊精，但福宝的牙齿可是超级白，想必这跟福猪猪每天坚持刷牙有很大关系。而作为顶级爱豆，福一真的业务能力也超强。看到有镜头拍自己，福宝立马自己戴上宋爷爷做的竹子眼镜，配合圣熙阿姨拍照。这天调皮的福宝爬到铁栏杆上，可等到想下来的时候，却发现没那么简单。福猪猪大脑飞速旋转，在江爷爷的提示下，福宝慢慢转身，最后在爷爷的一声声赞美和肯定中成功下来。一教就会，一看就懂，一点就通。咱就是说，福猪猪真的不是人扮的吗？现在的他估计就差开口说话了。看到爱宝紧紧抱着福宝的这一幕，才明白没有母亲会不爱自己的孩子。这是福宝跟妈妈分开独立生活的第2天，艾女士带着些许忧心到外场营业，她找遍所有角落都没看到女儿的身影。失落的爱宝来到木架上吃了一点胡萝卜，但眼神却在环顾四周，看起来有心事一般。不知这一刻他是在想福宝昨晚睡得好不好，还是担心福宝有没有好好吃饭。就在这时，正在吃着胡萝卜的他突然看到福宝出来了，艾女士赶紧把胡萝卜往嘴里一塞，立马起身飞奔过去迎接宝贝女儿。
而福宝也是飞快地跑向妈妈。小家伙似乎有点怪爱宝昨天没跟自己一起，他抬起小手轻轻打了妈妈一下，仿佛在哭诉我以为你不要我。之后爱宝走到哪福宝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当妈妈的跟屁虫。母女俩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艾女士知道分开这么久福宝一定是饿，于是她立马做好给宝贝女儿喂奶。爱宝轻轻抚摸着福宝的头，满眼温柔看着怀里的小家伙。这一刻母性的光辉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福宝喝奶的时间很长，爱宝即便精疲力竭却也不舍得打断，他把头倚靠在女儿身上，闭着眼睛紧紧抱着小家伙。爱宝妈妈真的比谁都爱福宝。之后母女俩躺在木架上，福宝主动拉起爱宝的手，示意让妈妈抱着自己入睡。如此温馨的一幕让人感动不已。爱宝真的很爱自己的第一个女儿，为了照顾好她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每次调皮的小福宝爬树时，艾女士就会目不转睛在她身后静静看着，生怕小家伙会摔跤。福猪猪玩秋千时，不放心的爱宝妈妈也会在一旁陪着。而当福宝不听妈妈话爬到高处时，艾女士就会在树下急得团团转，生怕宝贝女儿一个不小心摔下来。虽然捣蛋的福猪猪经常被爱宝胖揍，但她还是要无时无刻黏着妈妈贴贴，仿佛在告诉所有人我和妈妈天下第一好。只可惜这样的场景恐怕以后再也看不到。明年2到4月份福宝就要回国，或许他再也见不到最爱的妈妈，但相信爱宝永远都不会忘记宝贝女儿。他把世间最伟大的爱都给了福宝，未来福猪猪也会带着这份爱勇敢生活下去。谁能想到眼前，直到看见韩国人选福宝当大统领，才发现福公主的魅力竟如此大。在最近一轮的韩国总统竞选中，99%的韩国人支持福宝当选大统领，而福猪猪的竞选理念是：如果我当选韩国大总统的话，会在地球各个角落种满竹子，解决地球暖化。最后表示请投给福宝珍贵的一票。韩国网友看到后立马投入执行。咱就是说福宝一统大韩指日可待。而福猪猪之所以如此受欢迎，跟他的可爱治愈人心自然密不可分。小福宝的到来治愈了无数人，他有着一双亮亮的眼睛，干干净净，充满童真。一次他收到宋爷爷制作的胡萝卜棒棒糖，福宝用小小的手牢牢握着，想吃可奈何牙还没长齐，怎么都咬不动。如此软萌可爱的小熊，猫粉们看到后直呼想拿麻袋装走，就是不知道小福宝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福宝最喜欢的就是粘在爷爷身上，任凭对方怎么叫都不肯起来。每次看到江爷爷想离开，福猪猪都会牢牢抓住他的腿，立志做爷爷最特别的挂点，并且古灵精怪的福猪猪智商还超高。这天他准备偷吃爷爷给妈妈准备的窝头，只见他先是用手捂住眼睛开启侦查模式，看到被爷爷发现，福宝立马把窝头放到嘴里，一溜烟跑到树上躲着。谁料刚爬上去，窝头没叼住掉了下来，气得福猪猪秒变心碎小熊。还有一次，爷爷给宝贝孙女准备了珍稀的小笋芽，并告诉她要省着吃，不能浪费。结果福猪猪真的听懂了，全程都在小心举着，一根一根抽出来，吃的特别斯文。而自从福宝顶替妈妈上全天班后，辛苦营业的他体重从198.4斤降到191.2斤。韩国网友纷纷心疼地表示，福公主是不是太热没胃口，怎么瘦成了一根针？咱就是说韩国网友不要太矮，谁家针将近200斤并海神针吗？得知福宝要新增饲养员上万人竞争，甚至疯狂到表示不要工资也行，并且福宝的表情包常年霸榜韩国聊天软件使用频率第1位。近期他还成为了韩国财经杂志的主人公，并且福宝还是唯一一只影视歌3期一雄。福猪猪不仅拥有艺术照发行过写真集，2021年爱宝乐园还专门为其推出名为《福宝日记》的纪录片。此外，三星集团更是斥巨资为他打造专属主题曲 Baby Panda Song。福宝临近回国战歌战警和粉丝还为其写了一首 Let's Go With 福宝，字字句句都包含对小家伙的满满祝福和不舍。可以说，放眼整个熊猫圈，能有此待遇的只有福宝，而这都是2位爷爷努力为他挣来的保命符。相信等到福宝回国后，一定会带着满满的爱快乐生活下去。看到福宝闹情绪，一整天不肯吃饭，休假的江爷爷立马从家里赶来照顾，才真切体会到熊猫是租的但爱不是。这天福宝在树上从早晨待到下午4点多，一整天不吃不喝，任凭圣熙阿姨怎么喊都无动于衷。刚值完夜班的江爷爷此时正在家休息，得知此事后，他担心不已，立马赶来。福猪猪好像一直在等待爷爷的出现，终于看到熟悉的身影后，他的视线跟着对方移动。江爷爷站到木桩上，亲手喂给福宝一块胡萝卜。福猪猪像个宝宝一样轻轻接过，开心的吃着。爷爷伸手揉了揉他的小肚子，得到安慰的福宝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之后，江爷爷又把美味竹子放到木桩上，示意宝贝孙女要好好吃饭。不知福宝是没胃口，还是想让爷爷多陪陪自己。他闻了闻，竟把竹子甩向一边。江爷爷只好把鲜嫩的竹叶一片片码好，递给树上的宝贝孙女。福宝看到后，伸出小手全部接过。他明白这是爷爷对自己独一无二的偏爱，立马开心吃了起来。之后，江爷爷一直坐在下面给福宝收集竹叶，而福猪猪只要看到对方陪在身边就很安心，于是乖乖拿起竹叶自己吃了起来。江爷爷看到这一幕总算是放心，因为还有别的事他只能暂时离开一会。正吃着竹叶的福宝低头一看，不见爷爷。
立马着急的环顾四周寻找对方，正准备发脾气时，突然看到爷爷又出现。福猪猪立马化身乖宝宝，大口大口吃着竹叶，期待对方能够表扬自己。这一刻，将爷爷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知道最近忙于照顾爱宝和2个小孙女，陪伴福宝的时间不像从前那般多。敏感的福猪猪也感受到这点细微变化，所以才会故意不吃饭让爷爷来陪自己。将爷爷自然明白大孙女的心思，所以哪怕是休息日，他也会赶来照顾福宝。福猪猪嘴里吃着爱心竹叶，可满眼都是最爱的爷爷。最后吃饱的小家伙终于肯乖乖下手回家。第二天一大早，江爷爷就来看望宝贝孙女。福宝看到后，立马开心的朝对方走来。只见他整只熊使劲贴在栏杆上，疯狂蹭来蹭去，跟爷爷撒娇。江爷爷安慰道：“今天一整天都会陪着他，所以福宝要好好吃饭，按时回家。” 네? 알겠어? 福猪猪似懂非懂，听着爷爷的教导，不停跟对方撒娇，仿佛在表达：“我只是想让爷爷多陪陪我。”很难想象福宝明年回国没有爷爷的陪伴该有多难过，但小孩总有长大的一天。未来福猪猪要带着满满的爱勇敢生活下去。福宝绝对是唯一一个拥有2手量身打造专属歌曲的小熊。本来以为三星给福宝小时候写的 Baby Panda Song 已经够炸裂了，没想到临近回国，姨姨们给福公主写的新歌更让人感动。童年时期的 Baby Panda Song 中每一句歌词都特别符合福宝的气质与可爱，主打的就是一个叛达。那时的福猪猪古灵精怪、调皮捣蛋，简直妥妥的混世小魔王，每天都在爱宝妈妈的雷区疯狂蹦迪，所以没少被亲妈的大耳瓜子伺候。如今当姐姐的福宝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开始懂得心疼妈妈和体谅爷爷，并且相较于之前叛打之歌用的童音，新歌则是用青春的少女音，唱出了福猪猪的天真可爱。歌词中的跟着福宝去旅行，想必就是姨姨们对福猪猪回国后的美好祝福。虽然整首歌没有提到一句伤心与难过，但却处处透露着对福宝即将离别的万般不舍和满满的爱意。江爷爷曾说过，福宝的出现治愈了很多人，有的宝妈会专门到爱宝乐园做胎教，福公主甚至还治好了不少抑郁症患者。 일주일에 5일, 6일을 거의 판다고 할 때 기거하시듯이 태교를 한 2아이, 3아이를 나가면서 태교를 푸바오랑 같이 했다. 이런 분들도 계시고 어떤 분들은 불면증이나 우울증으로 병원 치료를 받으시고 있었는데 푸바오를 만나면서 그 힐링을 해서 다 치료가 됐다. 的确，小福宝的眼睛永远是那么干净又明亮，充满天真可爱，治愈无数人的内心。哪怕调皮时，都处处透露着可爱。并且福猪猪绝对是表情最丰富的小熊。爷爷陪自己玩时，他会开心大笑；当宋3岁惹自己不高兴，他会傲娇的不理对方。吃竹子自助餐被江爷爷抓包时，意识到错的他还会心虚的低下头。福宝的一言一行不禁让人怀念，他的毛皮外套下真的藏了个小孩，所以难怪福猪猪能得到那么多姨姨的喜欢。而这首 Let's Go with 福宝不过是福宝熊声的插曲。未来福猪猪回到中国将开启新篇章，希望公主能顺利去到北京熊猫公园，相信到时候在北洞奶爸奶妈的悉心照顾下，福宝带着所有人的爱，能度过一个健康快乐幸福的熊生。好消息，福宝回国后不用回避风峡基地，而是直接去北京新建成的熊猫公园。据悉，福宝将于明年2到4月份返回中国。按照协议，他要回到妈妈爱宝户口所在地避风峡基地。但是现在最新消息表明，福宝将直接去北京，并且还会成为北京熊猫公园的代言熊。最主要的是，江爷爷会和福宝一同回国，帮助大孙女适应新环境。其实这一点早在6月份就有征兆，当时官方称北京熊猫公园已全面启动建设，并表明等到建成后将会引进50只大熊猫，而发文配图用的就是福宝的照片，并且福宝3岁生日不仅央视全程直播，就连驻韩大使及其夫人都到现场祝贺，这盛大的排面不留一个位置都说不过去。可以说福宝入住北京熊猫公园是板上钉钉，相信2位爷爷也会放心把福公主交给北洞的奶爸奶妈照顾。最近福宝在外场营业，江爷爷和宋爷爷一有时间就会陪在他身边。离别的日期越来越近，他们又何尝不想再多给彼此留下一些美好回忆？要知道，福宝一直是2位爷爷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江爷爷曾说，福宝的到来让自己仿佛拥有了全世界，而宋爷爷则是时刻都要找宝贝孙女贴贴的沾熊精。福宝出生时正值疫情期，爱宝乐园一直处于闭馆状态。那时2位爷爷每天都会陪着他玩耍。江爷爷和宋爷爷曾给福宝准备了抓周礼，小福宝面对眼前各种美食不为所动，最后一把牢牢抓住了爷爷。
福猪猪和爷爷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快乐，他最喜欢的就是标记江爷爷，代表爷爷是自己的，谁都抢不走。而宋爷爷早已把福猪猪标记千百遍，为了大孙女能有热度，日后过得好一点，江爷爷坚持亲自拍摄视频发布到网上。很快，呆萌可爱的福猪猪吸引了大批猫粉。等到疫情退去，前来参观的游客人山人海，害羞的福宝经常背对着依依买。江爷爷每次看到后，都会耐心纠正小家伙的坐姿。时间久了，福宝终于理解爷爷的用心良苦。江宝、宋宝总是倾其所有给大孙女最好的一切，而福宝对两位爷爷自然很是依赖。每次听到对方叫自己的名字，他都会给予回应。福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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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宝。两位爷爷对福宝的好，真的让人们看到熊猫是租的，但爱不是。福公主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相信回国后这份回忆也将会一直温暖她。未来北洞的奶爸奶妈也会用心照顾好她，让福宝真正拥有幸福快乐的熊。江爷爷和宋爷爷对福宝的彩虹屁能有多离谱？当不爱干净的福宝直接睡到粑粑堆里时，江爷爷都会夸大孙女用青团盖了个城堡。누군가로 소형을 쐈어. 딴 데 가기 싫으니까 여기서 자면서 엉덩이만 틀어가지고 응가하고 싶게 주는 거지. 에이? 아이고. 부모님 이래야 된 겁니까? 甚至福猪猪当众拉屎，江爷爷都会夸他很厉害。 후방 응가도 시원스럽게 잘 하고 아 후방은 응가도 잘해요. 当福宝爬到树上吃竹子时，爷爷还会夸大孙女简直就是小天才。 후방 응원 제주꾼이야. 엄마 아빠보다 머리가 좋아. 천재는 아니고 너무 우쭐하지 말라. 而当福宝手脚并用吃竹子时，江爷爷又开始释放宇宙无敌彩虹屁。 자, 발사용. 후바오의 발사용을 볼게요. 와. 발톱을 이용해서 대나무를 잡고 있는 후바오 발기, 굉장한 후바오 발기들입니다. 并且一边夸大孙女，一边还不忘拉踩一下便宜女婿。 아이바오, 러바오, 엄마, 아빠도 사실은 就算是福宝刚从睡梦中醒来，江爷爷都能说上10000句赞美词，最后甚至连大孙女睡得好都夸出来。 닦겠네, 닦겠어. 잘 잤어? 아, 이뻐, 후바오. 이뻐, 너무 이뻐. 아, 이 후바오의 후바오. 후바오의 후바오. 아이, 잘 잤네. 후바오. 咱就是说江爷爷不要太爱，而江宝都这样了，宋宝只会更加疯狂。这天，宋侍卫静静看着坐在滑梯上福宝，总感觉大孙女近日胖了不少，于是他拿出随身携带的量尺，先是测量了一下福猪猪的头围，看到量尺上的数字，宋爷爷直接被吓一跳，但还是夸到大孙女的头围就是标准。之后爷爷又量了下福宝的小脸有多长，毫无疑问同样是标准数字。再来看一下手围，最后量一下腰围，总结下来福猪猪简直就是完美小熊。最后宋爷爷拿出手机心满意足，给完美的大孙女咔咔拍了几张对脸照。毕竟福宝360度无死角，怎么拍都好看。网友看到这一幕直接辣评，别人家都是按黄金比例判断，在宋爷爷这黄金比例得看自家大孙女定。当福宝戴上宋爷爷亲手编织的花环，爷爷的彩虹屁更是从头到尾都没停过。福猪猪则是全程专心致志的干饭，看来他早已习惯了被彩虹屁攻击。 입니다. 아이 예뻐라. 공주. 얼굴이 높아 보이지만 그래도 공주. 공주가. 그래. 그냥 보다가 머리 한쪽엔 봐봐. 예뻐요. 当福猪猪的大脸蛋填满整个屏幕时，宋爷爷都不会吐槽孙女的脸的大，而是抱怨自己的手机屏幕太小了。 화면이 꽉 차네요. 핸드폰이 작아서 그런 거예요. 우리 찐빵이 머리가 큰 게 아니에요. 우리 찐빵아. 之后福宝一直在专心致志的干饭，但爷爷的彩虹屁却一刻都没停下来。 아이 이뻐라. 화면이 꽉 차 있어. 후아우의 발뭉탱이랑 손뭉탱이 털주먹 너무 귀엽지 않아요? 안 귀여운 데가 없는 것 같아요. 宋爷爷为了让大孙女考上大学，给福宝开设了各种课程，结果厌学的福猪猪每次考试都得0分。可即便如此，爷爷也会夸孙女的灵蛋又大又圆。看来福猪猪真的是被宠上了天。直到看见爱宝给福宝喂奶，疼到一度喘不过气也不舍得打断，才明白世间的母爱到底有多伟大。 这天，福猪猪趴在爱宝怀里大口吮吸着。此时的他已经2岁多了，体型都快赶上了妈妈。可福宝还是从前那个饿了找妈妈要奶喝的小孩。但如今福猪猪巨大的吮吸力，导致爱宝疼到一度喘不过气来。可即便如此，他也不舍得打扰福宝。只见爱宝一会疼得望向天空，一会趴在福宝的身上缓解疼痛。他轻轻地把头靠着女儿身上，摸了摸福宝的脑袋，示意他不要着急，慢慢喝。而福猪猪的饭量也很大，喝了很久都没有停下。一旁的江爷爷看到这一幕，心疼不已，提醒乖孙女妈妈很累，不要喝了。 후바오 너무 행복해 보인다. 엄마 힘들어 보인다. 要知道福宝从小到大都没有喝过盆盆奶，
所以2岁的小家伙体型都快赶上了妈妈。虽然爱宝经常追着调皮的福猪猪满院子跑，但辛苦怀胎生下的孩子他又怎会不爱？并且爱宝似乎天生就会带孩子，所以他才会把福宝照顾得很好。 그러면서 하나둘 자기가 누가 가르쳐주질 않았는데 어떻게 아기를 챙겨야 되는지 이런 걸 터득해가는 모습이 정말 경이로웠습니다. 在小家伙出生1个月左右的脆弱时期，爱宝更是把所有精力放在孩子身上。为了照顾福宝，他可以好几周不吃饭，甚至可以24小时抱着孩子一动不动。 거의 한 2주 이상, 3주 정도를 전혀 먹지 않고 아기를 24시간 절대 떼어놓지 않아요. 몸에서 몸 밖으로 내려놓거나 떼어놓지 않습니다. 계속 24시간 안고 있기 때문에 화장실도 안 가고 먹지도 않고 그 정도로 아기를 돌볼 정도로 모성도 아주 강한 친구입니다. 爱宝经常把小福宝抱在怀里，怎么亲都亲不够，即便睡觉时他也会保护宝宝。知道福宝最喜欢和自己玩乘飞机，所以只要小家伙醒来，爱宝就会陪他玩。 장난치는 거는 엄마랑 놀아주는 거? 엄마가 비행기 태워주고 같이 노는 걸 되게 좋아하거든. 当调皮的福宝爬上很高的铁门下不去后，爱宝看到后会立马赶来护着小家伙。福宝小时候玩秋千时，爱宝担心他摔了，还会一直在旁边贴心扶着。而福猪猪自然对妈妈爱宝很是依赖。在他独立生活的第1天，不适应的福宝变得格外安静，一直坐在地上看着门的方向，期待妈妈出现。当看到爱宝的那一刻，福猪猪喜出望外，立马跑到妈妈面前，对着她又亲又抱。爱宝更是连美味的竹子都不吃了，抱着福宝又开始给他做标记，然后母女俩面对面坐在一起。爱宝摸着女儿的大脑袋，还亲了亲福宝。后来回到那场，爱宝以为又要和女儿分开了，但当看到福宝在房间里吃竹子时，他立马奔向对方，然后紧紧抱着女儿。就这样，爱宝抱了福宝很久很久都不撒手。母女俩分开后的第2个晚上，爱宝想福宝想到整夜失眠。白天，他爬上女儿从前最爱待的木桩，仔细闻着小家伙留下来的味道。但小孩总有长大独立生活的那一天。好在爱宝在有限的相处时间里，尽可能教会了福宝全部的技能，也相信未来的日子他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福宝究竟对妈妈做了什么，竟让一向好脾气的艾女士把他揍出猪圈？原来事情的起因是，福宝看到妈妈手里有好吃的窝窝头，二话不说直接爬上木架准备去抢。爱宝把窝窝头举高，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问候福猪猪皮又痒了。谁料福宝根本没在怕的，一个猛扑上去就要明抢。只见他对着妈妈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艾女士把窝窝头叼在嘴里，一熊掌直接把福宝推到一边，心想吃完了我再收拾你。没得逞的福猪猪起身又去抢，甚至还想用嘴咬妈妈。艾女士赶紧吃完后就开始教育混世小魔王。福宝整个被妈妈压在木架火上，血脉压制真不是开玩笑。福猪猪被揍得根本找不到方向，看到熊孩子的脚一直在扑腾，爱宝直接咬了上去。福猪猪则是被妈妈咬得发出猪叫，心疼的江爷爷在一旁大喊：“再打下去就要出熊命了。”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因为抢妈妈的窝窝头被打。这天，江爷爷给母子俩准备了新鲜竹子，并且还额外给爱宝准备了窝窝头。为了防止福宝偷吃，他藏在了竹子下面。可聪明的福猪猪还是闻着味找到了。只见他拿起窝窝头就开始大快朵颐。江爷爷看到后赶紧过去阻止。小熊精福宝还知道用手挡着，但最后还是被江爷爷熊口夺食。福猪猪生气地看着对方，爷爷则是摸了摸孙女的大脑袋离开了。爱宝女士出场后，明显感觉今天的窝窝头粮不对，她在一堆竹子里继续搜寻着。福宝坐在一旁边往后看他妈妈，边加快速度吃着偷拿来的窝窝头。最后，爱宝看了一眼熊孩子后恍然大悟，直接把福猪猪撂倒在地，似乎在说把偷吃的窝窝头给老娘吐出来。果然，福宝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不仅如此，福猪猪还抢过妈妈手里的竹子，把妈妈爱吃的胡萝卜放到自己嘴里。每次看到艾女士发怒，她就会满院子跑。从前优雅端庄的爱宝女士，现在早已被熊孩子彻底逼疯。江爷爷每次看到母女俩打架，都会在一旁苦口婆心的劝说。 等到爱宝气鼓鼓的进门后，江爷爷则会过来安慰小福宝，投喂爱宝时又夸到闺女是最可爱的小熊。 푸바오보다 더 귀여운 것 같아. 아이바오가 푸바오보다 더 귀여운 것 같다고? 이 이야기는 비밀이야. 특히 푸바오가 대기하면 안 돼. 只能说调皮捣蛋的福宝真是让爷爷操碎了心。福猪猪到底是什么治愈小熊？前不久，江爷爷接受采访时表示，福宝的到来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有的游客为了看到福猪猪，一周会有5、6天都住在爱宝乐园；有的准妈妈特意来这里做胎教。更重要的是，福宝治好了很多人的抑郁症。 일주일에 5일, 6일을 거의 판다올 때 기도하시듯이 태교를 한 2아이, 3아이를 나오면서 태교를 포바오랑 같이 했다. 이런 분들도 계시고
어떤 분들은 불면증이나 우울증으로 병원 치료를 받으시고 있었는데 푸바오를 만나면서 그 힐링을 해서 다 치료가 됐다. 이런 분들도 많고요. 在江爷爷眼里，福宝的好奇心很重，调皮可爱、古灵精怪，也十分聪明。当福猪猪肚子饿时，他就会打滚撒娇，或者把爷爷种的树折断，甚至连根拔起，目的就是为了博得周围人的关注。小时候的福宝单是静静地坐在木架上吃竹子，就萌化了一大批猫粉。 小小的他眼睛亮亮的，干干净净，充满天真。很多人直言看到福宝内心就非常舒适安稳。被宋爷爷要求一起合照时，被挡住镜头的他还会用小手轻轻推开对方，然后和爷爷的脸贴贴拍照。和江爷爷一起坐在木架上时，福宝还会抱着爷爷的胳膊撒娇。有时他看到爷爷拍自己，还会找镜头。当江爷爷给福猪猪检查牙齿时，抗拒的他还会蒙住眼睛，捂住耳朵，天真的以为这样爷爷就看不到自己。 哭笑不得的江爺爺还给福猪猪上哲学课，问到他蒙住眼睛，世界就会被蒙上吗？ 눈 가린다고 안 보이냐 내가? 다 보여 눈 가려도. 뭐야 눈 가리는 거 어디서 배웠디야? 눈 가리면 세상이 다 가려지는 거야? 有次调皮的福宝爬到很高的树上，结果一不小心掉了下来。宋爷爷害怕小家伙受伤，连忙伸手去接，可福猪猪实在是太重，爷爷并没能接住。他心疼的把福宝抱在怀里，安慰了好久。小福宝好像也感觉到了宋爷爷的内疚，一直在绕着他贴贴，似乎在安慰爷爷不用担心自己没事。能看出福宝虽然不会用语言表达情感，但小家伙的内心世界却非常丰富。他也知道谁才是真正对自己好的人。江爷爷和宋爷爷曾表示，拥有福宝就像是拥有了全世界。而如果福猪猪可以讲话， 想必他会说道：“遇见两位爷爷是一件幸运的事，只希望福宝将来回到中国也能快乐的成长。”爱宝和乐宝的2胎计划提上日程，难道福宝要有弟弟妹妹了？自从混世大魔王福宝独立生活后，爱宝女士的生活可谓是过得美滋滋，最起码每天躺在木架上惬意睡大觉时，不用担心头顶上有青团掉下来。而在爱女士进行了1年的休息后，江爷爷觉得是时候让爱宝乐园热闹一番了。 前不久，他发现爱宝每次出门前都会在门口特意做气味标记，这很大几率就是发情期到来的前兆。与此同时，除了吃就是睡的乐宝也变得反常，一大早就在树杈子上疯狂摩擦自己的屁股。在前段时间给乐宝的例行检查中，江爷爷发现他的荷尔蒙指数明显增高，并且乐宝为了展示自己的雄性魅力，竟暴力砸坏了院里的木桥。这天，江爷爷来叫乐宝下班回家，下到一半，他才意识到落脚平台被自己拆了。只见乐宝牢牢抱着树干，小短腿疯狂扑腾，就是够不着地面。江爷爷在一旁对他进行了灵魂拷问。当乐宝瞄准了旁边的平台后，爷爷还嘲笑他腿短肯定上不去。 다리를 왜 부셨어 그래? 아이고, 나봐, 창피하지? 네가 다리를 부셔놓으니까 내려올 수가 없잖아. 에이, 안 다녀 어쩌나? 다리가 짧아서. 没曾想这下可刺激到了乐宝，在进行疯狂试探后，竟顺利到达了平台。江爷爷则嘱咐他绕道下来，乐宝就是不听，直接从木架上一跃而下。福宝的一身反骨果真是随了他的便宜老爹。而为了验证是否到了爱宝和乐宝要2胎的良辰吉日，时隔3年，江爷爷再次把乐宝带到爱宝房间。刚到门口，乐宝就闻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味道。毕竟上一次合作还是在遥远的3年前，出现这种新鲜感实属正常。很快，乐宝就读懂了老婆留下的特殊信息，立马撅起熊腚给爱宝回了个信。此时全然不知的爱宝还在外场营业，所以江爷爷很放心的打开了闺女的房间。乐宝还是像3年前一样小心翼翼试探着，能看出有关爱宝的一切都让他着迷。最后，江爷爷喊他回去时，乐宝迟迟不肯离开。见此情形，江爷爷火速安排了爱宝和乐宝见面。考虑到他们俩平时都是单独生活，为了避免由于突然合宿而发生攻击，便先让乐宝和爱宝隔着铁栅栏熟悉一番。能看出两熊的心早就飞向彼此，好像有着说不完的话。不用猜，爱宝一定是跟乐宝倾诉了这几年带肥头子福宝的辛苦和委屈，没准还说到2胎的性格必须像自己。如今最期待的就是爱宝和乐宝尽快带来一个小生命，到时候不知道江爷爷和宋爷爷又会如何宠他了。敢靠近长大后的福宝，并能做出如此亲昵的动作，恐怕也只有从小到大陪伴他的江爷爷和宋爷爷了。这天，福宝像往常一样出来营业，虽然这时的他已经长大了，但江爷爷却可以随意进出福宝活动场地。只见江爷爷给大孙女摆放着新鲜的竹子，福宝看到后就立马过去，从爷爷手中拿到竹子后就乖乖坐下来吃。江爷爷看到他没正对着游客，就直接拖着福宝转了个头，而福猪猪则是任由爷爷摆弄自己。随后爷爷走了不久后又折返回来，只见他抓着福宝的腿抬了起来，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干饭的福猪猪则是一脸懵的看着爷爷的迷惑操作。看到福宝吃完手中的竹子后，江爷爷奖励给他最爱吃的胡萝卜。福猪猪吃着的时候，爷爷还帮他整理了一下肚子上的食物碎屑。此时福宝的目光全部停留在江爷爷身上，没曾想他整理完后竟玩起了福猪猪的肚子。福宝200斤体重让他的肚子格外屁大，要知道大熊猫只会让信任的人摸自己的肚皮，可见他有多么喜欢江爷爷。等到了下班的点，宋爷爷
爷来接福宝下班。宋爷爷曾表示，接大孙女的下班时间是一整天中最期待的瞬间。 내 기분이 어떨 것 같냐고 궁금하죠? 하루 중에 제일 기다리는 순간이지. 응? 제일 기다리는 순간이야. 알아? 只见爷爷从后面环抱着福宝，不停地摸着孙女的大胖头，他还靠着福宝脑袋上来了个亲密贴贴。福宝伸长脖子，这可把宋爷爷吓了一跳。不过福猪猪肯定是无心之举，他只是想跟爷爷互动。一会儿，爷爷又抱起福猪猪的脚就开始狂亲。没吃够的福宝则是继续大快朵颐的干饭。谁料宋爷爷竟又玩起了福猪猪的肚子。 小家伙目不转睛地盯着爷爷，恐怕心想我的肚子真的有那么好玩吗？随后，宋爷爷又检查起大孙女的皮草大衣，福宝还调皮地抬了一下小脚脚。爷爷给大孙女掰开一根竹子递给她，告诉福宝吃完后就要乖乖下班了。只见福猪猪接过爷爷递过来的竹子吃着，宋爷爷在一旁满眼宠溺地盯着大孙女。最后吃饱喝足的福宝非常听话回了家。真不知道福宝这样幸福的生活还能持续多久，但好在两位爷爷都尽力，在有限的时间给了他无限的爱。熊猫福宝真的要离开最爱的爷爷了。 5日，韩国爱宝乐园发文表示，根据租借协议，福宝将于明年7月份被送回国。不知道江爷爷和宋爷爷得知这一消息该有多伤心。要知道，两位爷爷可是把全部的爱都给了福宝。有次福宝玩耍时不小心被院里的木桩绊倒，江爷爷得知后担心大孙女会再次摔跤，立马拿锯子把木桩上的凸起全部锯平。感受到江爷爷用心良苦的福宝，躺在木桩旁开心地翘起二郎腿，一脸骄傲的似乎在告诉所有人：我有天底下最好的爷爷。 为了能抱起日渐圆润的大胖孙女，江爷爷一有时间就会进行锻炼。而对于福宝的各种要求，江爷爷更是做到了有求必应。当他把嫩笋放到大孙女手中后，福宝却是一将爷爷给自己剥开。爷爷嘴上说大孙女不可以这么懒，但手上还是贴心的给福宝剥干净。当宋爷爷注意到福宝喜欢隔壁的瀑布，于是答应小家伙一定给他搞到手。福宝高兴地依偎在爷爷身上撒娇，只是可怜的隔壁的东北虎瑟瑟发抖，每天在瀑布旁都抱着看一眼少一眼的心态。 直到马不停蹄生下了5胞胎，才算是逃过一劫。不过江爷爷和宋爷爷可管不了再这么多，只要是孙女看上的东西，都尽可能满足她。也因此，福宝对两位爷爷非常依赖。每当爷爷呼唤自己时，他都会给予回应。福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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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宝。这天没有爷爷陪伴的福宝独自待了很久，直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反复确认后，喜出望外的迅速跑到了爷爷面前。 能看出福宝还在因为爷爷离开很久生气，他用小手推了对方一下，似乎在说：“爷爷，你怎么现在才来？”为了安慰大孙女，宋爷爷递给福宝嫩竹子，可还在气头上的小家伙却无动于衷。就算是给他最爱的胡萝卜，福宝也不吃。而当没忙完的宋爷爷正准备离开时，不舍的福宝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见他2只小手牢牢抱着爷爷胳膊，轻轻咬着；宋爷爷则是一脸宠溺地看着大孙女，任由她闹。最后，爷爷放下手头工作，坐在木架上陪福宝。福宝依偎在对方身上，努力表达对他的爱。 福猪猪还把头直接埋进爷爷怀里，想必未来的他一定不愿意和爷爷分开。好在江爷爷和宋爷爷在有限的时间里，总是尽最大可能给了福宝无限的爱。倘若以后没有爷爷的陪伴，还会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温暖着自己。福宝被爱包围的童年到底有多幸福？4月16日是福宝诞生的第1000天，一大早江爷爷和宋奶爸就忙活起来。只见两人在福宝最常待的木架上，精心准备了一个竹子鲜花蛋糕，上面还专门用胡萝卜刻了1000的字样。只见5颜6色的鲜花包围着蛋糕。虽然福宝从小是个破坏王，但爱美是每个女孩子的本性。我们的财阀公主福宝自然也不例外。准备好蛋糕后，江爷爷还亲手布置了现场。只见他在木架正中央挂上了定制的海报，上面有千日福宝的专属头像和一些祝福语。此时场外已经有大批粉丝来参加福宝的生日宴。江爷爷先是对远道而来的粉丝表达了感谢，并贴心提醒他们在福宝出场时保持安静。 福宝가 태어난 지 벌써 1000일이 지났습니다. 여러분들 그동안 응원해주시고 많이 힘을 실어주셔가지고 수고하고 건강하게 잘 자랐어요. 나오는 시간이 좀 걸릴 수 있어요. 약간 긴장할 수도 있으니까 여러분들 응원해주시고 조용히 지금은 대하시겠습니다. 之后，江爷爷又用中文说了一遍。 福宝生日1岁7秒1000才了。你们的支持太感谢。 工作准备就绪后，才把寿星福宝请出场。谁料不清楚状况的他，直接绕到蛋糕后面，然后又爬到了树上，直到看见江爷爷在下面招呼自己，他才注意到木架上精美的大蛋糕。福宝开心地爬下树，来到蛋糕面前，先是闻了闻江爷爷亲手摘的鲜花，然后在蛋糕后面找到了最爱的窝窝头，坐在一旁安静地吃了起来。吃完后，福宝顺手拿起来身旁的竹叶，边吃边欣赏江爷爷和宋奶爸精心准备的蛋糕。很快，他被蛋糕上鲜嫩多汁的竹笋吸引，一把拿过去后，福宝很努力地在剥，可很快他就没了耐心，转头就盯上了胡萝卜。3下5除
福二就把爷爷刻的1000字样吃光光。看来我们福猪猪最爱的还是胡萝卜，难怪江爷爷会在院里亲自给他种，只有这样福宝吃起来爷爷才放心。江爷爷曾直言，有了福宝后就像拥有了全世界。 너 처음에 태어났을 때 할아버지 기분이 어땠는지 알아? 어? 할아버지 완전히 구름 타고 날아가는 줄 알았잖아. 어? 네가 세상에 태어나줘가지고 할아버지가 정말 행복했어. 宋奶爸16日在社交平台写下了遇见千日的幸福。如今在江爷爷和宋奶爸的精心照顾下，1000天的福宝马上要长成200斤的福猪猪。看来我们的福宝真的是在爱里长大的小孩。 饲养员爷爷看着熊猫福宝的画像，努力控制着情绪，可转身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擦拭眼角的泪水。他们是全网最感人的一对饲养员和熊猫。2020年，福宝在韩国3星爱宝乐园出生，按照协议，他将开启为期4年的旅韩生活。 也就是在这里，福宝遇到了把自己宠成公主的江爷爷。江爷爷把福宝从小带到大，对待他早已当成亲生孩子一般。他会把竹子做成各种形状，哄着福宝乖乖吃饭。为让福宝养成刷牙的好习惯，江爷爷用竹子做了一套牙杯牙刷，每天耐心的给他刷牙，还会乐此不疲的给福宝做各种玩具。当江爷爷注意到福宝对自己的智能手机感兴趣后，他会用竹子给福宝做个一模一样的。 还会给他戴上亲手做的竹子眼镜。从抱着弹奏的吉他到中国的笛子，从挂在树上的吊床到摇摇木马，从美美的仙女棒到南瓜魔法扫把，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江爷爷给福宝做了60多件玩具。而对于每一件玩具，福宝都爱不释手。当江爷爷拿给他一个亲手做的南瓜书包后，福宝会像小姑娘般抚摸着心爱的领子。 然后又拿起来在脸上蹭蹭。而当江爷爷辛苦好几天给福宝做了个滑梯后，他还会先爬上去试试安不安全。一开始福宝不敢玩，爷爷就会在他耳边鼓励。等到福宝终于勇敢地爬上去后，江爷爷也会为他拍手叫好。有次江爷爷看到福宝拿着一片枫叶玩了很久，第二天他就扛来几大袋枫叶，看着福宝像个孩子般欢喜地打滚，江爷爷的脸上也露出了宠溺的微笑。而明明是韩国人的江爷爷，会努力教福宝认识中国的汉字，又担心福宝回到中国后交不到朋友，江爷爷也一直在教他中文。 잘 하지 못해요. 제가 중국어를 조금씩 가르치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나중에 이 친구가 친구를 만나러 돌아가게 되면 그때 잘 적응하라고 중국어를 가르치겠습니다. 니하오, 후바오. 不过福宝也有叛逆的时候，当他不想让江爷爷给自己检查牙齿时，福宝会蒙住眼睛，捂住耳朵，当爷爷不存在，还会因为江爷爷不陪自己玩，就像个孩子般撒娇，抱着他的腿不放。就连江爷爷都感叹，觉得福宝身上像有拉链，里面还藏着个调皮的孩子。 어린이 친구가 정말 장난꾸러기 어린이 친구가 이 안에 들어가 있는 것 같아요. 福宝在韩国生活的这几年，正是因为江爷爷给的无尽宠爱，让他活成了真正的财阀小公主。而每想到福宝明年就要离开自己，江爷爷都会难过的掉下眼泪，因为对他来说，福宝早已如同家人一般。希望回到中国的福宝也一定会。熊猫福宝真的要跟韩国续约了。近日有消息称，韩国已经在申请福宝续签。不同于急迫想让丫丫回国的想法，得知福宝续约的消息，无数中国人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因为小家伙终于可以继续跟爸爸妈妈还有爱他的江爷爷、宋爷爷在一起了。2020年，福宝在韩国3星爱宝乐园出生，按照协议，他将开启3到4年旅居生活。而福宝自出生就得到了万千宠爱，在小家伙出生100天生日的时候，江爷爷和宋奶爸就为他准备了隆重的生日宴。福宝第一次展出的时候，不放心的江爷爷和宋奶爸寸步不离守护，并且福宝绝对是所有小伙伴最羡慕的那个，因为2位饲养员总是变着花样给他做玩具，大到滑滑梯、摇摇木马，小到眼镜、牙刷应有尽有。短短2年内就做了60多件玩具。害怕福宝回国后交不到好朋友，江爷爷和宋奶爸还教福宝认中文。 제가 중국어를 조금씩 가르치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나중에 이 친구가 친구를 만나러 돌아가게 되면 그때 잘 적응하라고 중국어를 가르치겠습니다. 니하오, 후바오. 夏天的时候还给他准备了新床，从2人一举一动就能看出有多爱福宝。 후바오용은 지금 그래서 이게 다른 할거랑 큰 할거가 노는 것처럼 많이 먹으라. 냥. 而福宝也很喜欢黏着江爷爷和宋奶爸，吃饭时都要挽着对方的胳膊不停撒娇。有时候江爷爷都感叹，觉得福宝身上像有拉链，里面还藏着个调皮的小孩。 아마 어린이 친구가 정말 장난꾸러기 어린이 친구가 이 안에 들어가 있는 것 같아요. 江爷爷还曾表示，当福宝出生后，自己就像拥有了全世界。 너 처음에 태어났을 때 할아버지 기분이 어땠는지 알아? 어? 할아버지 완전히 구름 타고 날아가는 줄 알았잖아. 어? 네가 세상에 태어나줘가지고 할아버지가 정말 행복했어. 并且他对福宝的各项信息了如指掌，连自己亲生儿子的都没记得那么清楚。 후바오는 522일째인데 오늘 태어날 때 197g, 9시 49분. 상당히 단역이 몇 있어.
当福宝睡在自己造的青团堆里时，江爷爷都会夸这是小公主的专属城堡。 오, 푸바오. 잠자는 거 봐라. 푸바오. 응? 푸바오 응가로 성을 사네, 응가로 성을 사. 아이고. 공주님이 이래도 되는 겁니까? 네? 공주님이 이렇게 주무셔도 되는 거예요? 아무리 한다 응가가 냄새가 안 나고 향긋하다지만. 푸바오. 而宋奶爸对福宝的宠爱也丝毫不少，知道福宝非常喜欢自己的靴子，宋奶爸就会小家伙定制了专属冰靴。福宝收到礼物后，开心的抱着爱不释手。就是这送礼方式多少有点费靴子。注意到福宝吃饭时被一只蝴蝶吸引，于是当他被妈妈爱宝教训心情不好时，宋奶爸就去隔壁的蝴蝶馆抓来一只红小家伙开心。有次看到福宝拿着一片枫叶玩了很久，第二天宋奶爸就扛来几大袋枫叶，并且还都是洗干净的。小家伙看到后像个孩子般在里面打滚。 只能说江爷爷和宋奶爸对待福宝主打的就是一个溺爱，而真心对大熊猫好的国家也支持他们续约。加拿大为得到大熊猫锲而不舍40年，为何成功租到后却又提前退回？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回国时，获得了中方赠送的一对大熊猫，这可把当时加拿大总统老特鲁多羡慕坏了。4年他访华时特意带来了本土国宝海狸。 希望能够换回我国的2只国宝大熊猫。为表明能将大熊猫照顾好的决心，多伦多市还斥巨资打造了熊猫馆，但最终还是因为条件不符功亏一篑。此后，他们为得到熊猫锲而不舍，终于在数十年后的1985年，2只大熊猫被租借到多伦多动物园，一亮相就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3个月参观人数就超100万。然而100天后租约到期，国宝就打道回府。此后接连2任总理都争取熊猫来家，不过最终都未能如愿。2003年有消息称中家已经谈妥。 准备将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送至多伦多，但最终因全球动物园联席会议倡议，不得将熊猫当作礼品赠送给外国而功亏一篑。就这样，前后经历了5届总理40年的努力，终于在2013年成功租借到大毛和二顺。彼时2只大熊猫乘专机抵达多伦多，警车开到当地市民夹道欢迎，那架势跟迎接领导人没什么区别。等到大毛和二顺公开亮相那天。 市长以及各大媒体代表等1000多人到场，对大毛和二顺的到来表示了欢迎。而当地动物园也是给了2小只无微不至的照顾。考虑到大熊猫对竹子的品种非常挑剔，动物园就每周专门从四川空运新鲜竹子。为了保证大毛和二顺所需的温度和湿度，动物园还要1天24小时开着调温设备，单是电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加之根据租借条约规定，租一只熊猫每年要给中国100万美元。为了繁育，一般都是2只起租期限为10年，而这就是整整2000万美元。 2015年，大毛和二顺生下双胞胎加月月和加盼盼。加拿大每年还需多付60万美元租金。起初，加拿大动物园还能应对大笔开销，然而受到疫情影响后，客流量不仅呈直线下降，最重要的是无法再通过固定航班运送中国的新鲜竹子，而这导致大毛、二顺一家经常吃不饱。最终，在2020年，卡尔加里动物园园长含泪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Today, I have very, very sad news to share with our community that we have to relocate the panda back home in China. 毕竟大熊猫被退回后，以后还能租借。加拿大说什么也不会饿到中国的国宝，而该做法也获得了中国的一致好评。智商相当于7岁小孩的大熊猫究竟有多聪明？这只熊猫宝宝为了给要进门奶爸一个惊喜，只见它伸出小脚脚，死死地抵住门，2只手还牢牢抓着门上的栏杆。果然，奶爸进门后并没有发现小家伙。据说到现在，饲养员还在寻找这只失踪的宝宝。当饲养员伴随着敲碗声喊上一句时，程大就全然不顾眼前的崽奔向盆盆奶。等到原汁原味的奶喝腻了之后，他还学会了坐地起价。听到饲养员的动静后，本来还在躺着的程大立马起身抱起孩子，任凭说什么都不愿把崽给对方。无奈饲养员只能给他加双倍福利，这才把熊猫宝宝从他怀里拿走。毕竟对于程大来说，生孩子如果不是用来换盆奶的那将毫无意义。而有的小家伙还学会了新技能卖惨，七人七果母子俩没事就扒拉冷干，这可怜巴巴的小力啊！饲养员不给盆奶都要内疚好长时间。而大熊猫饲汤圆更是成精一般，看到待产母猫有吃不完的水果和盆奶，这只熊直接玩起了 cosplay， 并且小家伙模仿母熊生产呼吸气促、肚子起伏大的动作还很到位。可饲汤圆却忘了自己是只雄性大熊猫。闰月观察到奶爸在门口准备放饭，想吃独食的他偷偷躲在门口边，并把小伙伴艾九关在了隔壁房间。幸好奶爸及时发现，把门打开，难怪闰月的外号叫二狗。
这小子浑身上下恐怕有800个心眼。而通过观察饲养员的工作，聪明的季丽丽已经学会了自己开门。看到奶妈身影后，被吓得手赶紧缩回，确认没被发现后，还长舒了一口气。果然，大熊猫想越狱各有各的花招，典型代表就是从小致力于越狱的萌兰。小时候趁奶妈不注意就从门缝窜出去，而他手下的2个马仔，庆大庆小也没少给萌兰当垫脚石。长大后，他还学会了破坏摄像头躲避监控，最终凭借一颗玩具球和惊人臂力越狱成功，被抓回并没收作案工具后，这小子又学会了挖地道企图越狱，真不愧是几个月大使就会指挥奶爸教自己爬树的雄精萌兰。奶爸，你还是教我爬树吧。好呀，来吧。奶爸，我这样看你有点脖子疼，你去那边。而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待久了的熊猫，个个都是四川话10级水平。顶流花花被当地游客吐槽没脖子后，有脾气的他立马就开始了骂骂咧咧。哦，这样子啊，骂骂咧咧了，怎么了，花花？熊猫浪浪则是在奶爸的指导下，成功学会了玩滑滑梯。不能走外面，你进来，爬进来。对了。还有舅舅拿过来，好，再拿一个舅舅过来，再拿个舅舅过来，再拿个舅舅，好，手放开，手放开，放手手，放手手浪了，放开手手。只能说大熊猫能成为国宝不是没有原因。